残状态的人，是的他中间是的一定会调整一波状态的。气象现在牵制跛脚羊也是还可以的，因为他的一手强风可以在围笼内闪转腾挪，等你真的追过来了，我再利用自己的强风去拖延我的专围笼 CD， 把它给卡过去。对，他是碰到谁我就直接追。选到了月亮门，那脸上这3个人其实都没那么好追，但是他也不着急嘛，他开局是可以慢慢囤一下愿力的。攒一下愿力啊，那我前面稍微的摇摆一下。纯化险为夷的木偶师站在了中场，这一波军少天要扛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是的，这也是提前往外拉，看一下宠爱第一波能不能排到他的一个点位。其实看到他的视野还是摇摆的比较频繁的。而且这边宠爱的天赋是带了通缉以及狂暴。目前来讲，这个版本监管者带一个通缉肯定是没错的。对，基本上这个救人环节其实能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。是的，是的。包括把第一个人挂飞的时候，如果能通缉到半状态的人，也可以很快的续上第2波节奏。这边的话是3岁卡个板子，但是被计算到了宠爱。因为在窗户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视野摇摆是看到了3岁是蹲在板子后面的。哎，没错。这边直接选择了一手抽刀。是，那这边愿力值马上满了，3岁故技重施，再躲到板间，不过这一次就没有卡板了，是提前下掉。因为身位已经比较近了，要准备交道具啊，看一下怎么样规避。第一个魔术棒侧向拉。那这一波跟单的话，把走位走得很好啊。不过飞轮顶掉了，算是把第一个围笼废掉。不过前面那一波抽刀是留下了伏笔。对，我等于说这个围笼也还上了1点伤害。是的，直接闪现交闪。对，这个击倒的节奏还是会比较快。是的，查刀的时候还细心的看了一下有没有地下室啊。最终还是选择挂到了木屋后面，通缉到的是木偶师。对，不过好在其实这个阵容除去3岁以外，其他人都是带了化险为夷的，所以说谁离得近方便一些就直接过来救援。是的，这里也是排到了他的位置啊，直接打出了10乐园状态，这有可能救不下来的。有个月龙前面有一个拦截，得换人，得换人。因为你10乐园提前触发了，你就这个5秒钟是到不了椅子的。对，你就没有办法红圈去救人了。是。那看一下宠爱要不要把大副给追倒？但其实这一波已经很赚了，他们在临时调动过来的话，这个人是一定要过半的。是的，他其实通缉到了木偶师的一个位置，他可以去把这个大副给打倒的。但是木偶师的这一波拉扯，宠爱好像没注意大副那边已经要贴近椅子了。怎么说？还是着重在追军少天的那边，还是把人给救下来了。没错，那这里得花2个围容才能够。哎，不过大副送脸上来。对，大副的话有点走脸上了。那可以打到一个双倒，看一下这一波还能找到3岁吗？只要能找到的话，对于宠爱来讲是非常赚的，节奏是很舒服的。对，不过他好像放弃了，他好像回去要去管大副了，可能给挂上。对，因为这一波确实来救援的人会比较多嘛，所以说外面修机的人是比较少的。那这一下有点不太对了。因为那个大副你也不确定能够直接找到。那如果给暖雨的话，其实是能透视到你的位置啊。给了个暖雨的话，算是暴露了位置。那这一波过来，挂上大副，按时间来算，等于说宠爱花了3分多钟，第一波挂上了一个救人位。对的，还是一个非常能耐做的一个救人位。包括说他手里还有一个怀表啊，下来的话，其实大副牵制跛脚羊是很有手法的。是的。先看一下大龙在这个位置，应该是想尽可能的去拖一下淘汰进度啊，最好是不要被逼救。但宠爱这边还是想说，不能让你发挥出来大副这个耐做的一个特性啊，赶紧把人给救下来。是的，这一波救的话，持刀救嘛，大副手就会摇出表来了，感觉要提前交了这个表。哎，回头卡了一下位，感觉就在宠爱那个第2刀没有补。那后面的话，身位拉开就有点难去预判。对，继续钻，一花得赶紧过来摇一下第2段，也摇到了。是，那这边大副其实短时间内你不太好去处理啊。是的，想偷袭一波大龙，不过并没有围到，再补一个龙子。这个后撤的话是有东西挡到了。是的，这个月龙有点小亏。对，然后这里还是个弹刀，感觉这2个龙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啊。关键是你现在再换追的话，就是我把你们全队全换追了一遍啊。对，就再换个挂的话，那节奏就更是差上加差。而且，除非你这一波是什么呢？挂上迹象，通缉到魔术，然后一个传送去把魔术秒了，你才能够扳回一点节奏。对，那这里的话，终于击倒，我们看到外面密码机其实已经快压好的一个状态。是的，是的，他这个传送，你哪怕是通缉到了大副，再传大副，你都是亏的。看一下能不能通缉到魔术吧。但其实他就算通缉到的话，承认者这边已经多修了第6台密码机，而且那个人他不是挂飞的状态啊，所以说承认者都可以接受。对，通缉到大副。不过2板一窗这个位置，密码机的抖动，宠爱刚才是有意识到了。那现在
感觉是想来看一下3岁的位置，3岁具体位置能找到吗？哎呦，脚印暴露了，到了脚印。不过3岁，哎，直接魔术棒被打倒。对，那算是扳回来一点节奏了。因为这边率先把魔术师挂飞的话，他开门战还有技能，还有机会争。对，因为他的话是过半救的啊。看一下这边直接传送樱花，但是开掉了，不过吞掉了这个护腕，因为他刚刚是想开了密码机以后我直接弹走。没错。那这样的话，对于求生者来讲，开门战之前还得再来救一波，然后让气象去压密码机。还好大副是有回光返照，就看宠爱的这个开门战处理的如何了。求生者现在肯定是想着尽快进入到开门战。对，现在是没有技能的。让你的传送没好之前，我可以进入这开门战去打一波。而且君上天这边其实贴的会比较早，他的状态是最好的一个木偶师的话，其实救下来是没什么压力的。对他越早来越好，因为你越晚来的话，宠爱阅历更多了，他就可以很舒服的把你给拦截在外围。看一下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的话是可以压好，然后救下来。是的，直接掏。看一下打到了大副身上，还想等一下君上天这边身位更舒服一点啊。是。那现在给到了君少天贴小门的这么一个机会，对，但宠爱就不打，宠爱这波就不打，就跟着我攒阅历拖传送。你求生者敢开吗？你敢开，我直接秒大副，秒了大副直接传门。是他这里就不打，我反正就是举个武器，对吧？装样子。是的。你看求生者必须被迫开掉了，会更急。那你开掉的话，这里就有办法直接秒了。看一下这个双龙卡住一波再翻，这边的一个博弈非常漂亮，这2个人都没有受到伤害，还能再绕一会儿，还能再绕一会儿。那这样木偶师那个门是一定能开的。是的，一刀对，直接打倒。但其实这一波一花的一个状态，它是3/4啊。宠爱这一波是可以不交这个维容打的，这样的话多省点阅历去管门。但是小门的木偶师已经把门点开了，接下来就看大龙能找到地窖的一个位置了。比较尴尬，因为地窖就在大副脸上，刚刚宠爱那边是有看到的，所以说大龙想走门的话，距离有点远，很有可能在找地窖的时候就被发现。双龙，那下一个笼子马上够阅历了，这边刀直接打倒。也没办法，因为他最后求生者压的密码机呢是200窗的一台密码机。对，你不管是去点大房了，然后中场放一个飞行家，小木屋放一个魔术，这样的话一字排开，3位都有牵制的空间。对，破译的话也不会有太多的，把木屋给让了出来。但这样其实还是把调香给保住了。对，因为确实他前期的一个牵制压力会比较大。是的，然后是去到了集装箱，大门会被锁，那么他只能在集装箱或者说往201窗去转。对，这2个点位去破译。那就看一下，直接先往中场走。那中场穷者也是开始拉点了，提前走，但主权又绕了一下，拐回了大房啊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他的目标可能还是调香那边。不过他拐回大房，魔术师那边也是往后绕了，没有给到你一个脚印的位置。那还是来追一下小蝶的调香师。是的，成功预判到了小蝶会往201窗走，上来进入追节奏还挺快的，25秒。这边有插眼，加上后面有围龙的话，其实也会很大的限制到求生的交互速度。没错，先掏2个笼子，然后跟着看一下这波你要不要回速。最后1秒还是回了，那这里可能要破箱了。这边，哎呦，这就是调香师他比较难牵制的一个问题所在啊。前期他是一定会有两个愿力的，2个笼子的愿力的。是的。这波再骗一波回速，回了，能翻吗？震慑，因为又有插眼，又在笼子内。这2波双重减速是很难去进行这个板区间的博弈的。是的，倒地时间1分钟。外面是有3台一半的密码机，看一下这波通缉到了是走木人。不过还好，飞行家已经卡过来了。对，是其他人过来救。想一想呢，前期的一个拉点，飞行家会从哪来呢？好像就在脸上，但是没有插那个眼。走一点点。OK， 排到了。先给他罩住，拿了一刀。是的，这边往外拉有机会打双倒。看一下飞行家的一个走位，直接交喷气背包，直接拉走，还是要追。没追到的话就算了。先去打一手针对。是的。不过刚那波是回箱了，那个笼子掉了以后直接回箱。位置也会比较的有点诱惑力啊。是的。这边又要被击倒了，还是交互会比较慢。是的。一直在一个插眼范围内。带个插眼的话，穷者下来以后其实是比较难进行26。26，对。
包括说可能救人位那边也是压力会比较大，你可能前期救人已经是交了道具了，那你救下来很容易被追个双倒。没错，这边选择把人给挂回大房，还是通缉到了守墓人。那小明这边的话，位置还是会比较远的。这个位置看一下东西要不要过去拦一下，还说他想先抓一下，先干扰一下大房。是的，插个距离比较远的眼啊。再补一个，然后等到出产以后再打，哎，直接打了。这波淘汰进度有机会卡吗？感觉不太够啊。不太够，对，只是可以说你救下来，我直接到脸上。还是有一个打双倒的机会。追了2手，看一下守墓人的位置。看到调香师想把龙拆了，没办法，直接先打了。不过守墓人还没走远。是，那这边就逼了一下道具啊。是的。主要是小蝶这边也是会主动帮救人位去扛一下这个伤害的。没错。一直往你脸上去跑。现在场上的密码机是3台左右。调香师就要挂飞了。对，而且东玄的话，眼现在是满的，如果他想切底牌的话，是可以直接到达，像是传送嘛。对，而且愿力值也还是挺多的。看一下通缉到了守墓人。可以找到2个打算调整的人的位置，所以东玄不着急，因为那个方向没有密码机，他现在就看一下能不能续别人的节奏也可以。是，这边的话是有看到487要过来去破译啊。是的，这魔术棒交得非常的精准。再来个跟砖，感觉有机会废掉这个回龙啊，因为他手上还有飞轮的。的话走位有点，稍微的被东西卡了一下。是，这个刚好围龙边缘有一个小模型，不过预判钻了过来，还是拿到了一刀，但是笼子已经被拆掉了。是，不过对于东玄来讲可以接受，因为另外两边那2个人是在调整状态，没有破译的。是，就2板一窗和大门双板这种位置，其实我讲是比较难以进行追击的。还是地形会比较难。先把人往外逼，这里是有机会放单向龙的，直接头铁过板。这边魔术棒是已经交光了，现在再插个眼。没错。哦，打了一波红光，直接拉进来，但是这魔术棒想用魔术棒扛也没有扛到。对。那现在手里已经是没有道具跟飞轮了。是的。487。完全没有道具，这个笼子很难废掉了。然后一个抽刀，那另外的话，两边的距离都有点太远啊，全都在小门的一个位置。2台都是一半，但是至少求生者这一波调整的时间是让487给拉扯出来了，真的牵制了非常久。然后小明的话也是直接就已经跑到脸上准备救援了。对他们就少了一个隐患啊，就是不怕这个魔术师被挂以后，东玄直接传出去管外面的满状态的一个破译位。是。所以按照这个局势来发展，穷者是开门战是有机会有3个人去通电的。再放一个围龙，先拿守墓人1刀。看一下下来的脚印，他想把守墓人直接给追倒。那这边的话，刚刚是钻不了，这里马上铲子快没了，稍微等一直接正灿往外拉，看一下还是打倒了。那这台密码机就在中场，这一波可以直接挂脸上，或者说我直接先摊1刀，飞行家让救不了人。这波看一下能不能摊到，直接围住一个飞轮，再补一个围龙，前面有一个高喷，悬停把人给震退。那小果冻这里还可以继续牵制啊，这个笼子马上要掉了，怎么说？拿到了这一刀，但是已经是没有笼子的状态，那边守墓人马上就要起来了。已经起了，而且穷者外围也开了一台新的密码机，也到达了50，进度是差不多。不过守墓人现在是因为没有自愈加没有道具，东玄这边都是清楚的。是的，不过这里还是打算把守墓人给挂上。那其实挂在中间的话，2台密码机都可以差不多的辐射到的。是的，因为你挂这个位置的话，让魔术师来救，那么你就得亏一个守墓人的回光返照。那如果说让飞行家那边来救，对吧？那你这个魔术师就会一直被干扰。这也是东玄他的一个用意，现在就干扰你2板一窗这台，让你完全修不了。只要你魔术师被逮到，你就非常非常的难受。2边的密码机同时停滞，过来针对刀打到了守墓人，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守墓人会被直接进入到一个2次上瘾的状态，而且他没有自愈嘛，所以说这波直接是追了一下小果冻，因为2板一窗的密码机更少。没错，而且也插过眼了。是的，这一波他对密码机的把握非常精准，他知道这一波。2板一窗那边是开不了的，是的，这里可以把人往2板一窗方向挂，选择原地先挂。看一下，来个围龙，可惜现在时长没法切啊，就是眼是不够的。是，这一刀
飞轮再躲，这里的话没办法了，成功打倒。那边就算你飞行家把人给救下来，你没有人可以压机啊！我这2个窥视者插在魔术师脸上，自己要非常久。东玄就是打这个时间差，利用这个时间去把挂飞的守墓人给击倒，那么他这把就有4面了。主要守墓真的是没太有办法去牵制，而且中场的密码机也确实不够。那这样先淘汰掉守墓人，对，先把守墓人淘汰，然后再去找中场的机会，或者说找魔术师那边的机会。穷者这波直接强行通电，那知道你200英窗起来的魔术师要切大门还需要20来秒，那我这一波直接快速处理你的飞行家，处理的非常快。那487那边就非常尴尬了，我到底去哪里好像都不太行啊。没错。飞行家是没有上过椅的，那现在往大房方向看一眼，东玄要直接传吗？我觉得切个移形也可以，就移形，或者说这个距离他走过去也可以大概判断得到的，因为487无论是点门还是想绕过来去救人，都不会有那么快的一个速度。是的，非常自信，双龙来到大房排了一下耳鸣，但是并没有排到。大门再听一下，第2波大门。也没有听到这个耳鸣啊，那可能要被迫传送了。这波可能要传送去找人了。地窖的话是在大房，对角落的一个位置，一个移形过去，移一下3板，排一下3板有没有地窖，并没有起耳鸣。487躲的位置非常的精确啊，但其实已经大概能判断出来，4个角的话已经排了2个角，而且看到了脸上有地窖，那应该大概率能知道你人在哪了。就大房往大房走没耳鸣，那东玄得回头了。东玄487现在是回到了小门。是的，对。487这一波反向走位去点门了，他觉得你一定会死守地窖，所以说那边要去点门。东玄感觉应该是有意识到啊，再往前走的话，有耳鸣知道你来偷门啊。这个笼子应该能圈住，只要跟过去就能看到蓝色小碎片。哦，已经看到了，看到脚印了。那现在487手上没有任何道具，应该是不太好进行牵制了。虽然说地窖已经打开，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可以去靠近大房的地窖点了。是的，飞轮也没有，这边也不着急，就算挽留结束也没有关系啊。那这样第一把还是完成了一个4抓。是的，非常的精彩。先去突破这个火灾调查员，这样的话在开门战呢，至少就少一个人来干扰你控2边的门。就看一下他前期的一个追击速度了，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情况下，其实在面对艾维的一个追击的时候，求生者大家感觉我选的伞反而会被你这边不停的干扰，我不如说哎先近一点，你到时候进行追击节奏的时候，我们再去选一下我们修哪台密码机。没错，这样的话火灾调查员放到了鬼屋，对于牵制来。把求生者只有小说家带了一个飞轮啊，那么他们的假想敌可能就不是艾维，他们觉得我这阵容很限制艾维了，就你可能你就不太会选，那你就算选了，我先用阵容去克制你。是的，是的，但是他们防一些其他的角色了。对，他们的牵制位在2位都没有飞轮的情况下，后期就是侵蚀值满了，实打实就是一刀，你没有清空侵蚀值的一个方法。对，就2阶下来的话，其实蛮难去规避的。看一下这里，伊斯人吼没有吼到，继续本体跟着吧，先把伊斯人拉出去外面控。先把这个4连方面的一些密码机让它破译的慢一点啊，东玄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本体可以看到小说家那边是来了一波反走，反而拉开了很大的身位。是。看一下，看东玄这边，但回来是看到脚印了的。没错。那这里可能要等第2个附身才有机会拉近身位了。是。前期的节奏算是比较差的，没有太快进入追击节奏。这里伊森得先吼一下，然后再附身，吼到了。可以有一波闪开的机会，闪开逼你上车，然后再附身。那487就得用这个飞轮或者说隐喻去规避掉东玄的这一波。哎呦，还是闪开到了。对，卡在了一个说你不太好说跟我去换位的一个位置。没错，然后再把伊斯人拉过去，看能不能提前先吼一下，先附身了。65，哎，传远了，传错了逃骗。那小说家这里99成功的用飞轮清掉了。对。而且现在你是没有闪现的一个状态啊。没错，卡红光倒车本体喷也没有喷到，伊斯人再喷，要换位吗？换位砸吗？好，换位了。想能换位。是的，这样的话也能稍微继续拖一会儿时间。对于东玄来讲，这一波附身已经没了，那么下一口伊斯人的吼就非常非常关键了。这一波吼 CD 还没好，有点难受。而且这边是上车了。对。
CD 差一点，那小说家这里牵制起来了呀，感觉倒地已经要接近3台密码机了， 3台多了都要，你得多等一个附身了。能不能吼到？吼到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能有击倒吗？这边还有个板，直接打倒。那3台密码机终于打倒了小说家，整3台啊。是的。挂上的话，第4台已经是有进度了。不过对于东玄来讲，这一波打倒还可以，因为小说家他至少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嘛，可以打到你这个点的一个针对。小蝶桥上直接释放了气囊啊，不让你附身。那他只能去找心里的最后1台了。对，但心里那台有点距离非常远啊。拉到了终点站来找。哎呦，那终点站这台应该是最后1台开启的密码机了，离门也非常近。求生者这台密码机分配的非常好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也是开启了自己的2阶。是的。看一下487那边还是不太好去回头，他的隐喻没有吸出来。没错。因为主要是你可能回头的话，有时候会被这个恐吓到啊。看一下这边90侵蚀度，但手里有一个换位的一个说法了。是的，也在防他的隐喻。这里先附身，板子没有下成功啊。现在上挂密码机第4台、第5台都有很多的进度，而且终点的陶片被拆了以后，你这波1神再去管终点，再过去的话，那可就有点久了。对，更远了。刚刚是从2站过去，现在是从鬼板过去了。是的。等一下，佣兵也是继续贴到了谭护万过来救边上，因为知道你中间会有个控场的时间。是的。就看这波手艺了，直接拿刀。下来以后，小说家隐喻和飞轮都在，他是开门战，有闪现，对，东玄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啊！趁你下板的这么一个后摇，你交不出来任何技能，我直接闪了，太果断了。因为我直接淘汰的话，那终点那台我是有机会去管控的。现在密码机是不太够，不过那边陶片被摁到了。是的，果冻也知道你在举气球的时候没法传的，对吧？我就尽量多抢一些，是等你这样的话，看能不能先牵起来佣兵。牵起来了。那这一波让火灾再继续过去救一波人。开门战之前逼掉了一个闪现的话，其实东玄在开门战的终结能力还是有的，因为他求生者这一把呢带的都是没有飞轮的这么一个天赋，他哪怕没闪现，他也有一个落地秒人的能力。是，而且这边的话会直接管到终点站啊。那直接要管住这台密码机了呀。看一下本体先吼一下。不着急，吼打断，直接打，不让你拆陶片。那这样的话，看还是能通过加速走出这个范围。是的。那先管，因为刚刚把1神放在了起点站，这边可以想看能不能控住门啊。不过是火灾调查员在点。对，现在只能靠这个追猎了，靠这个追猎去尝试一下，等一个附身。哎，是故意看回来了。的话，他要倒了。对他想利用这一波在踩板的时间清空这个侵蚀值吗？那可能晕的会稍微晚了一点，因为当时板子已经在踩的过程中。对，但是心里这一波把自己给送掉的话，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因为是保证起点站的2个人。对，让起点那边解放成功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对于狼队来讲，算是对于宠爱来讲，还是离入殓师越近越好。是的。如果说那种这个赛季也只使用过1次歌剧啊，使用的次数还比较少的，这是他第2次歌剧。是现在这个版本，虽然说4大天王很强，但是我们的选手完全没有止于这几个角色，角色池都太深了。他们就算不打这个，他有其他的替代品，而且他还是需要通过对面的一个角色池去进行摇摆的嘛。包括说，因为正常来讲，选这边是要去追终点站，但终点站现在是个巨人位，如果去鬼屋的话，那火灾调查员在这个地形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牵。这个点还是选择往鬼屋去这边来。是的。那鬼屋这边的火灾，它也是一个带化险为夷的，所以它的牵制空间只有一手双弹可以辅助自己。对，先看前期能不能骗下来啊，没有骗下来，下面留个影子，然后再追上去。那其实火灾的话，毕竟手里有个气囊啊，是的，这边先有一个堵路，那下面那个影子的话就没有办法给到他那样的一个压迫了，逼你一个蓄力刀，然后你蓄力刀以后，那影子就刚好消失了，没法回溯。哇，好极限！这个真的是，但这个距离其实是比较难打到的。起舞了，先来一个反弹，然后再气囊。我宠爱这边非常流畅啊，一直跟的是很紧的，前面应该是已经要拿刀了。那看一下能不能坐上车。是，可以上车，但这一波是闪现，所以不太好跟。看一下车站有没有人帮忙点吧。哦，点了，是个绿灯。没错。
那可以直接到达3站。是，那现在的话，宠爱只能是步行过去。第一波过去，看一下桥上大龙也是提前拉点啊。对，因为毕竟他也害怕自己换节奏啊，本身他比较白板。是的。那看一下，君耀天已经拉到了双板区，这边如果有闪现身距的话，应该是会快速击倒了。没错，宠爱这里随时可以闪了。闪现。虽然说窗弹交出来了，但是并没有拉开很远的距离。所以可能入殓会见到过火灾调查员的一个样貌，看一下后期会不会给他一个灵柩的反生。因为这台密码机它开掉的话，其实是比较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些操作的。对，应该是会的。他已经是把那台密码机都直接给放掉了。对，毕竟这里是直接压到了求生者的一些连击。是。就赶紧，你不管能不能牵制吧，你先去对面，让我们把连接给破了。对。守门人先来救一波，然后跑得更远一些，然后一会儿大龙再帮忙反生。毕竟你闪现是交过的，对吧？你闪现交过的话，那这么一个情况，你就没有办法快速从帐篷直接去到起点追击了。是，就有点说你刚从起点站追到了3站，你现在又要从帐篷这边回到起点。而且求生者这里甚至还要再保一下，3岁直接过来想帮忙 OB， 就算给你开到了2阶也无所谓。这么远的一个距离，真的需要再保一下吗？我觉得可以直接破1啊。他们可能想稍微争一下，尝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争个3跑。但是这边的方向，哎呦，一个我觉得云门加点刺，再补一下，回去修吧，就回去修吧。我觉得。对，那这2波没有打下来还是比较伤的。亏了很多密码架，我觉得至少有半台。因为本身你不 OB 他有灵柩嘛，他还是要回去的。而且回到起点的话，其实是不太好牵制，因为车已经没了。对。现在君耀天其实最好去鬼板，因为那个地方就算被快速击倒了，也不干扰起点站大龙的一个破1啊。是的，是的。不然一会儿，起点站开不了，可能这边还要续入殓的节奏。看一下，直接板弹拉进了最里面，那只有这么几块板可以再稍微拖一下时间了。就能下几块是几块啊！哇，好快的速度啊！是的，直接抽到。哇，宠爱他的隐约是完全没有失误啊。对的。直接挂上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大龙那些密码机有点尴尬，因为进度是72，对，太能够而且自己也没有灵柩了，对的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说他可能这台密码机等其他人过来点，等3岁过来吧。看一下宠爱下一波续节奏续的如何吧。他这一波如果续节奏续得快的话，真有机会能够多抓。所以求生者这边就看大龙能不能撑到古董商先把密码机给点开。是的。大龙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他这一把开门战是有可能被打一手针对，然后留下伏笔的。但他如果被救过1次的话，他可以说就用自己被救的那个灵柩啊，当自己开门战的一个说法。哦，直接闪，很想抢节奏，很果断。这时候交闪，然后立刻切成传送。3岁那边密码机可能也点不太开。是的，现在还没有碰到。3岁70多，哎呦，确实开不了啊。对。主要还是闪，如果没闪再去追一会儿的话，这台密码机是可开的。对，那感觉那也得强开。面前要得强开了，得教子哥强开了。是。97、98、99，再躲棍，想躲棍。3岁卡的位置怎么说？蓄力刀。那也没关系，因为那边密码机是，但他自己没有回光返照啊。交了3消下去，直接亮了。点门要真跑哦，他们想走一个。对，要真跑一个了。这个距离确实不太好救了。对，一直在卡他的位置，4秒钟好像能先扯，哎，好像能扯，哎，能掏下来。是这么卡着绕了这么久，还救下来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大龙先放个灵柩再跑，拖一下3岁这边的一个自愈。没错。但对于宠爱来讲，还是有3抓机会，因为大龙的位置跑不了多远，等会你反生完，他再回来处理古董伤。就看大龙能不能在这个短板能不能撑住。这边有一个回复，搬了回去，我的天！搬回去，古董商的把灵柩搬回来，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反到古董商脸上了。对，我再反到你脸上，你要先管我还是？但是宠爱也很聪明，我让你反不了，那这样的话大龙只能自愈。是的。看一下3岁这边能撑多久了？那3岁起点这个位置其实是不太好拖的，而且手里没道具了。没错。现在。时间1分1秒的走，入殓师那边已经摸到了。这边好像倒了。直接打倒，那这边古董商可以不挂了。是的。直接过去管入殓师。主要樱花那边位置特别远啊，看他有没有说要过来的一个想法，应该是没有了。不打算来了。对的。大龙也是成功交了一个自旗。
但是这个地方也没有飞轮，再去移了一下自己的看一下能不能秒反一手。对，但因为古董商那边是没有自愈的，除非说一花现在过去摸他。对，但是他没有续，他一开始就没有续。对的。这边的话还是走。打倒。成长队也是在第2局追回了一个5比3啊，把大分给追回来了。但小分上面呢，还是由朱雀有一点领先，他们第3局是可以去稳一个平局来获得胜利的。这把还是宠爱最后非常的反应非常快，有一波是控不了场的。对，你会跟着他的灵柩走。对，就你还是比较怕那种什么的，我刚附身完把你打倒了，我这波已经没附身了，那他这一波反身人走了，对，你要走过去才行。对他第一波的一个追击基本上是这种节奏嘛，我先找到路链，然后附身，那这把悬点中场佣兵2楼下的气象、红蝶河的飞行家以及学校门方向的入殓师。这样的话，其实看下来离入殓会比较远。如果要去强行找他的话，他前期应该是已经很舒服的把灵柩放好，并且本体拉开身位了。对，艾维这边只能脸上的先排一下吧。那别人攒怨力，你只能攒怨念，就感觉怨念够深，后面的命中率就更对，后面靠怨念去投。OK， 这一神直接拉出来，应该想冲着入殓师的方向去找的。如果路过了中场的话，可以顺便给佣兵补一下陶片。对。哎，直接传过来，感觉拉近身位，起到了一个赶路的作用啊，有点预判这边入殓的一个方向。没错。你觉得你应该会去修独洞？大龙先交一个窗坛，这一波59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，闪现还有30多秒。这期间大龙只要小心不要再被伊森吼到就行了。如果就算被吼到了，他也可以主动去回头触发这个100侵蚀值。是的。只要不给闪开的机会，这样就行了。OK， 把自己看到63，那这一波伊森要找机会吼了，吼到了。满。是的，本体再补一下，没补到。这波本体是空掉了。所以说相当于是满侵蚀度，拿了一刀。不过外面密码机还是会比较慢一点。因为前期的话，可能说有一定的干扰到了佣兵的一个位置。对，然后气象那边的话也稍微慢了一些。伊森再拉过来，想再给一花上一个陶片。干扰一下，让你慢上加慢，因为这边闪已经好了。是的，直接闪倒。那佣兵那边也完全没撒手啊！我知道伊森在这儿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先。但是你得挂人，对吧？对，没关系。你现在就算附身我也要去救人了。我救完人回来，我就刚好可以拆了。是。所以叶宇这里也没有打算直接。而且他们这波都商量好了，说不用你来救，对吧？他附身你的话，那可能就稍微干扰一下。那你反生的话，我就得上了呀。他。叶宇就想了一下，我不如早点上的，早点上还多干扰一些。看一下反身完以后，入殓师这一波是可以被附身的，在板子面前给上附身，24的一个侵蚀值，交了一个板弹。没错。这边的话，本体想绕一下，但没有下到，并没有吼到。然后前面往这个圈里走的话，是稍微上了一些侵蚀度的。是的。那这里叶宇不吼了呀，等过了60再吼，他不可能说提前吼让你去用飞轮顶这个侵蚀值的。但是对于大龙来讲又很尴尬，因为2个角落都被陶片给覆盖了。就是我想要往前走的话，这个侵蚀度是不可控啊。如果他当时往左拐呢，去到那个3板，对吧？那么会有什么情况？把中场给压住，而且2楼马上又是一台要开的新机，他直接压2台 A 铲，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往左拐的这么一个原因嘛。他只能留在甲门，这样对于队友的密码机干扰呢是最少的。是因为独洞那边也有一台，所以说他也是第一时间回甲门。是的。这边因为前期是他自己个人牵制的，所以说这个陶片没有人帮拆。对。佣兵过来想帮忙拆陶片啊，没有帮忙下板，甚至直接弹走了。对，一个2阶落地59的侵蚀值，看一些状态。是的，拉进了 S 板，但没关系，这一波穷者就算把它卖了也无所谓，对吧？因为外面的状态会好一些。对，只有佣兵掉过一波状态。飞轮哇，秀到了，顶掉了一刀，但这波医生的吼还在，能规避吗？还没有交哈，躲掉了，很秀，那还能撑，这个板还在，还能再多拖一会儿。是，他现在多拖1秒，这外面的就赚到的密码机，是的，疯狂在抢，还在博弈要骗翻。夜雨这边是后撤了一下下，他闪现没好，所以他这一波只能够去等个伊斯人的吼，或者说等个本体的吼，看能不能吼到。那大龙这边甚至转到了双11的一个新点啊，给上自己一个板弹，板弹这边有个双刀，是的，那挂的话还有一点点时间。
还得再翻个窗进去。那感觉如果那台机是比较多的人在抢的话，其实应该是控不太住了。没错，等挂上以后，二楼是两位穷者正在抢，好像是3位啊。哦，3位，3位给包满了。对的对的。直接通电。而且夜雨的话也是想着，那我既然密码机控不住，我先铺垫一下开门战。是的，现在穷者就想着怎么拖。 先拖一下，规避这个闪现吧。对对，不要给到身位。是的，道具很充足啊。3岁手上2个喷气背包，然后少天是气象瓶很多，然后1、2护腕都有机会能够去规避掉夜雨的这波闪现。对，甚至说不给闪现身位是最好的。然后我也不让附身。对，你反正就等吧。我前期可以先交道具的。我在等挽留结束，对吧？你现在再等下去，你也没什么好等了。先把异世人拉回来。是要赶紧找人。那这边看到了3岁。 3岁没有飞轮，再往角落走。交配包气背包了这个是的片范围啊。但现在有一个真空期，废掉了一个2阶。那这一波前面可能会被闪倒，因为你要进板的话，这边背包是没有的，除非你倒或者躲掉，但是很难。直接交闪。那另外一边的门的话是已经点开了。对，那对于 他们来讲，保这个平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下半场只要东玄完成保平，那么就可以，然后通过前期的甲子来封你的走位，让自己的钩命中率或者说成功率更高一点。关键还是在于16的时间吧，16必须要牵制起来。成都长队这边，他们想争3跑的话，必须要把16的时间给无限延长。对，因为本身的阵容已经没有 OB 了，是说只能靠你的一个单人的牵制。而且鹿头拿出，鹿头还是。 东玄直接选墓地，对，我从墓地翻窗出来，外逼，然后补一个夹子 ，OK， 开始追人。你们就不太好再给我绕回来了。是的，最关键是在墓地这么一个点位，其实也是鹿头最讨厌那种大型障碍物。对，太那边有个大房，墓地直接往外走，这里肯定是要封一个夹子的，封夹子，然后就开始追击。这里是一个伏笔啊。 看一下求生者会不会预料到？但其实有个人的脚印是直接往墓地了，东玄看到了也没有管啊。应该是2楼下的气象小蝶直接反绕进去了。那东玄这里在 S 版，那这样的话其实前期想追病患，而且那个夹子气象已经帮拆了。那这里看一下病患的一个点位，上2楼，然后再勾墓地，应该是这么一个走法。对，因为夹子的话已经是被拆了，而且他害怕说。 对，勾到了双11这么一个位置，然后东玄也没有跟着走啊，他是提前绕了下来。是。那这里可能要布夹了，必须得布夹才能够封住整个交互点。这边车会来，有点会把小果冻挤到那个缝里。到角落。是。这样的话暂时是走不了的。哎呦，但是可以交互了。短了一下。这位置前面有夹子。夹子没办法，他没有带飞轮之类的。对。 毕竟这把穷者3个牵制位都是带了双弹，感觉会防一些试图。哇，这个钩交闪勾到了，闪现直接。如果这个钩空了，或者是只是勾建筑的话，其实直接炸了。对，节奏完全不一样。是的。但是东玄今天非常自信，就是这么自信啊！他的闪现老监管者的底气，很果断。对。 那通缉到了气象学家，而且其实野人的位置，我觉得东玄应该大概是知道的。是的。刚在中场去修。 先拉一个勾，震荡，勾到一下，尽量多打一点状态。还有一个以前博弈的机会，看一下怎么说，还在骗，但是被无伤了。那这里要打了一刀的针对刀，野人这里可能会被勾啊，这个距离。对，因为现在钩子是好了，他得卡在板后，得卡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。OK， 先放夹。现在有点难卡。 直接过板勾下来，打一个双倒，而且他还能确定你的病患是往墓地里面走的。前面是个直线，把穷者有点难受了。密码机实在是差的比较多，这也是说野人会被鹿头非常克制的点。是的，你不管是骑着猪过来，还是说救完人再上猪，其实对鹿头来讲都没有太多的效果。不过还好外面是有个气象啊，可以帮助到。 野人有一个状态，但是主要这段时间密码机还是实打实的没有跟上。哦，这边有个地下室，强挂地下室，可以挂得上吗？看一下。而且，那强挂地下室，穷者必须要救啊。但这个他们要考虑3跑的话，这个人是必须要救。但是你要卖掉去3人3跑呢，你开门战有个野人是会被稳稳针对的。对，那所以对于穷者来讲，你这个人掏不掏呢？很纠结。 对吧？看现在的身位，看现在身位应该是不逃了。
对，掏的话没有化险为，你不掏的话，3人争3跑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对的，而且密码机现在差的很多。是。另外2个人还在调整状态，通缉到了杂技，知道你在摸野人，没错。卡的是气象学家。而且现在因为打了野人的双倒啊，所以他有无限钩了，这波可以直接拉到脸上。找到了下一个人，其实手里的闪现已经快好了的。现在就得看487去进行抗压了。对，哇，这边直接过板。勾一下密码机。他这边博弈很关键了。对。钩子最后1秒成功续上，哇，那球还勾到了。主要这把都没飞轮，没有什么操作空间啊。对，如果说刚才有个飞轮的话，可能说还能在板区里面博弈一下再下板。敢拉身位了，因为我确定我能躲钩。目前这里考虑回去管一下外围的密码机。多去野人就在甲门。如果说东璇这波过去，小明之后可能，哎呦，猪直接逼出来了，那没事。那看到你上猪的话，我就再回嘛。我等你下一波，你下一波敢下猪，我说不定直接是一个传送过去打你野人的。所以野人他一定不能在密码机边上去下猪进行破译。是，但是你早晚要去破译的呀。对。你去外面，那我就等 CD 好了再破译呗。是的。吧？我一定要等 CD 好了再去贴密码机。那这样对于哎，勾不来。这一个风是个预判风，对，但东璇的话其实也是做好了准备了，我就往这个防线出钩。它是造成了一个钩的伤害，那下一步还是有机会秒。对，只要勾到就秒了。是的，但是小蝶手上的强风也是再次捏了出来。哇，那这边骗，他想骗一下飞轮，对，他也没想到都没一个都没带。现在气象上移，杂技在外围是有可能吃传送的，毕竟杂技是一个1勾倒。是的，而且现在其实拦野人也是很有说法的，我手里有技能在。没错，只要靠近外围能够拦到有一个传送手里的机会啊，看一下这边拦的方向是，哎呦，那边偏离了，要无伤掏下来了。是的，无伤救，看一下东璇怎么选择吧。感觉是放掉了甲门那台密码机了。是的。现在这个2阶钩只能往可以直接找往脸上的人处理了，对。但野人这边是刚下猪的，是，所以说他没有办法骑行。虽然说骑了也没有太多的用啊。先勾一下，看能不能勾到，打一点伤害。那这样的话，全员残状态。我好在气象能。要不切异形，切异形，切异形。能打断吗？要不切。说不切。想走过去。还在忍，是的。想留着去管密码机。他对于这个回复的。进度很有数，很有把握，知道你回不上。我只要这边给你点心跳，你就要走了。移情都省了，而且还把小蝶的道具逼完了。对，但是要注意一下那边在破译啊。这边如果说传过去的话，其实2个人谁都跑不了，都是1勾倒。没错。那东璇这边很稳，他是想直接勾过去。是的，因为勾过去那边2个人都是1勾倒1/4状态，是有可能压起身的。你们真敢抢修，看一下勾不勾？勾墙，继续勾墙。那不能被砸。还在拖。哎，不能被砸，勾到了，那你这边不敢呀？是的，不着急挂，可以先举一会儿，等你的钩子快好了。其实现在也一样的，487这边不敢过来，他不敢切，他连1勾倒直接闪，那边小蝶还在很远的位置，根本碰不了密码机，也救不了人。是的，而且小蝶就算过来，他也救不了。对，东璇有机会增多了，有一个4抓面啊，把人往椅子面前一放，看一下。有人在哪？椅子比较近啊，看到了小蝶的一个位置。让你没办法交绝处逢生，立刻压好密码机。所以现在小蝶还得牵制一个2阶无限钩的路筹，是很难啊。这个位置甲门要被架住了。如果你牵制起来，我就回去，但是牵制不了啊。没错，然后再回去把杂技给挂上。他那边是已经切了插眼的。是。好，这边起来了，手里没有钩子可以救。是的，那2个人必须要抢密码机了。这一波。但这边可以放甲，怎么说？肥胖流，但是你敢开吗？你肥胖流进去，野人他也不敢开啊。先放个夹子，对，还是不敢开。密码机这里放。对，继续放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勾，慢慢勾。对，慢慢勾。但是这样的话，穷者要一起拆夹了。但这边的话，一起拆夹。开了！说打的是谁？谁没打到？没打到，不过没事，手里是有钩子的。是的，马上就好。气象那边回万万招，哦，打到了一个震慑，直接去贴甲门了。野人这里是挂飞，看一下。先把它挂上，稳住这个平局。再看一下地窖的位置啊，地窖在墓地。是。那这一波杂技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去。应该是可以走的，有点拦不住他的。
毕竟已经切成了插眼。是的。没想到成都狼队在这种绝境之中，还是找到机会，完成了一个平局啊。是的，是因为比分的。但还是能走，这个夹子还是能走。对，是让我们恭喜朱雀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没错，没错。当时2个夹子其实夹在了密码机边上，感觉出刀是不是好一点？并且我跟你说，这一局的话，虽然说没有木偶师，但同样的教授也是可以，教授魔术也是替代了木偶师这个位置嘛。然后甚至说还有个古董商，古董商的话，但凡起到一定作用，陪跑 OP 成功的话，那对博奖来说还是比较头疼。是这样子的，刚才看到佩佩的数据啊，他的一个胜率差不多是达到了80多啊，很高。对，而且之前的一些作战情况来讲的话，就是有人都可以选，反正前期可以逛，可以接受逛，咱的愿力。起追的点位是选在了海边，那脸上有古董商或者教授。这2手角色的话都是需要去操作的啊，守身方这边是需要去操作，不能说硬靠自己道具就完美。好，来看一下起追这边脸上有卡梦，但是带手兴奋。海边出生卡梦是直接原地蹲了下来，但对于佩佩来说，我觉得他是可以稍微先等一等，先驱赶一下中场以及海侧附近的密码机的位置的人。对，积攒一下自己的愿力，顺便也可以等一下兴奋的一个 CD， 然后再进行一波追击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来到了双11的点位，但这边已经没有人了。魔术师的点位已经拉到了。耳鸣是完全没有啊，只有中场的守墓人敢开修。没错。那小铁在脸上这边排点的话，对佩佩来说有点难度，看一下。但到脸上了，感觉要有刀了，直接交出，而且还卡位了。但这个魔术棒是比较成功的，是卡位，然后进到了一个交互点。是想走一个八字龙到脸上，但是这个板子不处理的话，其实是比较难走的。对。那再叫一个围龙，魔术棒放的非常极限。丝滑跟着过来，好像有点丢失视野了。回头看到，对，但这个围龙是没有招到这个交互点嘛？直接3个围龙交出来，再用还是没能拿到刀，太丝滑了。魔术棒已经交完了，接下来是可以飞轮博弈的，是的，成功博弈到。这个运用的非常好啊！这局小铁的一个16。非常成功啊！拉满了才对掉了1小格状态，因为现在还是没有终结能力。是的，跟过来有刀吗？还是比较复杂的地形，卡在了模型外。是的，给一刀再回到小房的位置。那手上飞轮交过道具用完了，那这里愿力才刚刚到40，能长出一个龙。对，没有视野不是很好放啊，感觉还是得再跟一下。确定在里面了。对的，看这个单板能不能去躲掉了，没办法。但是成功击倒，但是这一局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3台了，错。而且这一局是带手兴奋，那取决于后手的话，你古董商看这边操作的话，能不能去保一下队友，给到更多的一个会议时间吧。是的，看位置的话，应该是卡梦来先进行这一波依旧了，那这个兴奋就很有说法了。对。先处理一些伏笔板，耳鸣是一直持续在的，如果没有看到脚印的话，得回头了，看到卡梦了。对，要过来。轰了一棍，但没关系，这边的话打了一波声东击西，无伤救下来。是的，还是让2个人一起来救。那这边卡梦可以直接破译脸上的一个小王密码机嘛？往双11的方向去拉，现在菲菲其实也没有太多办法，你要现在去打控场，愿力也不够。其实这一次救援最好的情况是一个无伤救，然后如果说卡梦这边给了一刀的话，导致后手还是要让。守墓人再进行一波救援吧。但第一波救援的话，其实状态也比较好，还是应该让他来，然后等一下换位了。主要教授点位太远了，虽然说带来花钱位，但这个距离太远了，应该还是让守墓人救了以后一起陪跑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卡蒙这边的密码机的话，也不是已经很多了，没把人罩住，再补一个，再补一个围龙，但这边没有命中，看一下过来，围龙拆掉，笼子拆得很快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拖一会儿。是。拖一下密码机的一个进度。对的，这局就可惜于这个没有花钱为1，看一下。那可以开始双人陪跑了。对。不要分太开，贴走。密码机80多的一个状态。得帮扛一下。侧刀打到了。这边的话还可以再进行强摸。2个人都有回光返照，看一下这边就是不杀手，可以直接通电，直接亮了。 4人开门战来了。 那这边的愿力值的话是不太够的，现在没办法教这个围龙去进行一个击倒。是一波跃龙到脸上，手上有飞轮，
看一下过来以后感觉交飞轮了，规避掉，没规掉避掉。但是大门的进度我们能注意到非常多，已经管不住了。嗯，没错。这个位置的话有地排，地窖的位置，感觉无形这边在提前去排了，但是好像还通缉到了半血的守门人，选择先直接去管门。就知道你其实小房压了密码机嘛。是，但你这里的话，卡蒙道具很多啊。满机关销，而且教授的鳞片在身上。对，我觉得是有说法的。我觉得这一局是有说法的。看一下，2个围龙交出来了，愿力值是不足以下一个围龙啦。这边给2棍，因为你在一个比较夹角的位置是很难去躲棍的。是的，交不出围龙，这边只能目送出门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守门人还没排到地窖，要往小门跑。感觉这个地窖排的是不是稍微有点久了？因为是，卡梦刚开完第一台机子的时候，应该地窖还没出来。这边也是赶往小门啊，但是这个距离好像大时刻现在没有愿力了。对，但是应该是点不开的，这个距离有点极限吧？但他应该没有退路了，只能硬点。嗯，99开了，下铲能躲一躲。哎呀，可惜，好极限留下了一个人，感觉就差0.几秒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他还是一个残的铲子，当时对的看到了。嗯，是的。看一下年景这边也是选择了薄小羊，没有太大问题啊，选择6次，他的一个胜率是达到了50%，也是相当的高，就很考验这一局踢的一个16了。重心应该是要，冒险家，我觉得这个角色就不用管他，对，火灾当然就在脸上，在小屋的位置。是，然后大船的冒险家。来，我看一下他们一个局内的天赋携带吧。这一局的话，就肯定是闪现为主吧。嗯，闪现可以，或者带。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也是往直接奔着小房来了。洋洋已经开始往外拉点，但是选择原地蹲了一下。哎，还是好像是有偷到了。对，利用小房这个位置进行牵制。这边的话是直接造回来，一刀给的非常快，没错。就感觉拿火灾的话，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所在，你这个道具不好交，对吧？因为你拉点你拉不过他。是的，那你空地博弈吧，只能利用这个气囊弹开。而且你还得提前交，如果不交的话，对，就是一个平 A 的效果。但对于监管来说，这个气囊弹开我无伤大雅。是，那现在的话直接开出来。对的，那再绕回来。一个走位过来，并没有。但有机会折掉这个龙吗？很难，还是给一刀了。那击倒时间我们看得到。第一个安全气囊姗姗来迟。就选火灾的话，其实还是有点难度在的。就是角色克制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太看操作了。因为你 BP 来看的话，你必须要从这个 BP 上面，我就要做到我是能保证有4人开门战的情况下的话，反而火灾这个点选出来就会唐突。对，那这里的话通缉是直接通缉到大副。对。想拦截一手，是先挥一下吧。哎，尾龙拆掉，哦，给命中一刀，直接逼救了。其实淘汰进度还是比较多的。那这里应该也是要往远处去倒了，然后是再看一下这个安全气囊怎么交。挤住了，弹开。那这边的话，可以走八字到脸上，再到脸上，哎，飞轮交出来，再跟上，还能再收个气囊。但是没办法交出来啊，来不及了。已经到脸上了，已经感觉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操作这么多事情。这2次挂上的话，其实密码机的进度等于是2台半。是的，然后再挂过来脸上的话，这边是大副刚刚兴起的一台密码机。直接想过来管一下大副了。哇，这一刀非常快。因为你明确知道大副往外走的话，肯定不是大副过来救援的。那这一局手椅上面可能要拿2刀的一个存在。是的，手上的话闪现都还在。远程拦截到这边还能骗。对，反正是魔神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直接就平 A 就好了，不用交愿力啊。对。一个半状态的魔石。没错，那下来的话愿力其实不太够的。没关系，有闪现，就是有闪现在的话，对于他来说，不怕击倒不了嘛。对，刚才平 A 了一波，过去如果能够再拿到的话，其实闪现也可以省下来，等一下切底牌出去了。没错，那这边的话应该要等那个弹射结束了之后再交围龙。对的，还有一个安全气囊很关键，哎，有点小失误，进到了地下室。看一下，得交了吧？又是一波姗姗来迟的安全气囊，其实这就是火灾调查员去面对博奖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啊。
你如果提前交了，你很有可能这个气囊就用不上，很看一个 timing 点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整体密码机好在是冒险家的，手上是有一个突击到了冒险家。哎呀，这痛就在脸上，身上还带了92的输液。一个尾龙照过来，被人躲一刀，闪现过来开刀，92的输液赶紧用掉。雪上加霜。对的，跃龙过来是没有太多的牵制空间，但是没办法。虽然密码机只剩最后1台，但是2台分散，你要分一个人过来救人怎么办呢？对局肯定是监管者大优对局。是，基本上我是无缝衔接上了这个2手节奏。对的。包括外围的话，毕竟在一波手椅上面是拿了2个状态。哇，那这样子对于求生方来说，必须要想办法去盘走一个。对，去盘走一个了。是。而且还没有耳鸣，然后船上的密码机是在动的。我们也是绕过来，然后让大船这边可以快速破译一下。因为你要跑一个的话，其实也是要把密码机修完才行。是的。仍然还是没有耳鸣，猫猫的位置是慢慢的贴了过来。就我觉得也不着急嘛，因为他其实年景对于年景来说，我只要控制最后1台就行了。想要主动出击交一个龙出来试试看。对。然后现在只要把冒险家挂飞的话，他知道密码机的一个量是不太够的。对。大副这边也在破译海边啦。哎，耳鸣响起了。不过这个救援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，因为现在阅历还是够，不太能够接近了。要变出来，但是这个位置被2个围龙给罩住，是难以要做的事太多了，对，你是过不去的。是的，因为阅历值的攒非常多，现在还有一个围龙，那直接击倒之后，海边密码机也在晃，大概知道位置。想用 CD 还有7秒。直接往大副方向举嘛，直接原地挂了，想要。大概知道。大副也不修了。对的。手里还有一个怀表。传送。确定你刚才密码机抖动的方向了。是的，还有大船这边。是起了的，往外排。这里的脚印是排错了。对，但是地窖是在海边。对。李宝是有点想法，想要去躲远一点。我觉得他想蹬下黑，我直接往这个上野的队友脸上去走。感觉他想要去救一波吗？救应该不太能救吧。我感觉不太能救啊。我就觉得索性就不救了，然后自己走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我可以摸一下椅子，消一下自己的那个冒乌鸦的时间嘛。但年景始终还排不到啊。选择救了下来，救一下因为考虑的是密码机的进度很多了，选择一个人扛压，另一个人再想过来偷点这台密码机。但现在的话，其实年景的传送是可以拖好的。你一旦碰密码机的话，立刻就能够知晓。救了之后可以锁定2个人的点位都在同一个位置。是的，这里有一次摇路易的机会，还得再撑啊，得撑到。大副过去，对，大副到大船，但是这边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再交道具了。那这样击倒之后，大副也是拨了一个护腕出来。对，要把人挂过去海边先吗？应该是不挂的，是牵过来。对。然后确保你这边没有耳鸣，那就没有人在脸上秀，然后拖自己的传送。又要开始玩那个战术了。再排一排，他现在排点就比刚才会更好排一些了。比如说去找一下机子附近，以及找一下箱子附近。对。因为你这个位置的话，你摸不到镇静剂的话，你是容易去冒乌鸦的。对，必须要只能说围绕密码机来。所以说，对，所以说年景这边的话是一个人站住了海边2台，然后也同时注意着，爆点了，爆点了。是。因为外面3台的密码机的距离还是太远了。是的，然后把人牵过去小房那边，再变一次。那身上可是有17的输液的。是。不过应该还是不太能做到。对的。然后这样子这一次倒的话，我就可以专心的去管李宝那个位置了。还是选择想要把它牵远一点。保利现在也比较无能为力啊，是身上一堆乌鸦，这里的话可能就考虑看一下，跃龙过来再给一刀击倒，因为你这个是一直爆点嘛，所以说能确定到你的位置。要往角落牵，
模式起来，速度是很快。手上是有传送的，其实你也不是很敢往密码机的方向去。就他只要盯着这个密码机，你没有破译的话就行。嗯。然后再往完全预判了你不敢去密码机，你可能要沿着，这个排点太清晰了。没错，提前把注意摇了出来。那就等你结束呗。嗯。我就不出刀了，现在等你结束。结束之后再一刀命中，那也是成功收获这个4抓了。4抓了。对的，那看到这边的 pick 率的话，也是41%，7次的选择。嗯，是的。但目前喧嚣，你要说真的打一个胜局出来，还是挺难的。多以平局为主吧。是的，是的，尤其在这样子的地图，而且你有把歌剧演员搬的情况下，其实双方都已经是一个名牌去对冲的情况，你能拿出来。连上了小说家，就近追了感觉。如果选这个点位的话，不太能够封到密码机啊。可以封到这个花坛附近吧。花坛的那里应该是一个无人区。对。好的，进入对局，张狂挽留加移形。对，然后这手天赋的话，就不管是你怎么 OBA， 起码我一个移形还是能把这个距离给补上嘛。对，不要让这个节奏明显断掉。是的，那现在看一下前期，还是要去找卡梦的小家。哎，远程是给到了一个惊吓标记，再来一个，这2个双手惊喜的话，给的还是挺不错的。直接上到2个标记。嗯。接下来的话，博弈空间会大一些。哦呦，这一个空地的砸板。那输液还是没有交，这边的双惊喜自己好了。看一下一个换位，想预判一手，卡了一下视野。对，但这一手的话其实是没有交出双手惊喜的，所以说，前面还是要博弈的一个空间在，还是命中一刀。那第一个伤害来得非常快。张狂响，空中飞人有了。想直接进行一个没跑了，哎呦，但是刚好是擦肩而过，这边输液的话吸好了，再来一个换位砸板，这距离就拉开了。但同样的，其实惊吓标记就差1个了，双手惊喜也好了，双惊喜又好了。飞轮在手，其实你不太敢拉的比较远，因为他这样子的话更好瞄，一轮绕场谢幕。对，这边交的飞轮有点早了。是。第一波上椅的时间是来到1分将近半的时间。那刚才因为有干扰到气象学家的一点破译，所以密码机没有太快啊。是的。那这把的话倒是带满了化险为夷。没错，连大副都带了一个飞轮化险为夷啊。是。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用太担心。关键要看这一波收益了，尽可能的多摊到一点伤害。那一个陈云过来。给到一波无伤就想要摊，其实不太好摊啊。是的，就还是摊到了。对，很自信。是要去摊，在这边的话，卡梦可以拉远一个距离了。然后有个吸输液的，而且输液其实你给到他一定的身位的话，他一定能吸出来，但是没有来得及交。对，刚吸出来。我再把这个人挂上，密码机的话是3台多一点点，再换中场的5星过来救援。没错。大副对于喧嚣的克制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他是能够有机会完成无伤救的，而且你如果要去摊他伤害的话，还是比较难的。而且这边还是没命中一次啊！对，来椅子面前，双手惊喜交了，那我觉得他可以再拖一下，我拖完这双手惊喜再救人。是的。对的，救下来之后，这边要摊大副。被封住了技能。飞轮，飞轮想清掉。而且佩佩他是预判到了你会带这一手啊。对。空中飞人赶过来。这个输液每个换位不好砸了，不好砸了，距离是不太够的。是的。再来一个板结博弈的话，有点难了。没错，飞轮的 CD 也还没好。因为带有息弄，所以不太好操作。这边把人挂上，密码机整体还差2个半台。对，那现在的话，其实有谁抓谁就可以了。对，来看小铁出来镇压，主要是赚钱把一些道具给耗掉。因为现在是没有人可以去救他的，所以说必须要牵制起来，然后这边换抓策。其实这一局对于佩佩来说是很大希望可以进行多抓的，都没有回光返照。对的。2个想没躲掉，强风先推开。最后一段。
这边再扭掉双惊喜，但这边绕场谢幕还躲哎了，呦，还是击倒了。没办法，因为还是在一个粘土舞台的范围内。对。那大副的话还有一块怀表，但他的机子有点开不开，追超这也是可以提前去拦截的。我觉得，先要抓大副。开。哎，密码机通电了，我觉得得直接亮了，直接亮，直接亮，然后让让他摇表来扛压。对，其实这个人是可以不救的，就我觉得他们是可以不救的，就完全压死一个状态，因为你现在移形交过嘛，没有技能。然后双击这边空中飞人交完之后，地窖的位置无形是能爆出来的。对，小铁手上还有一个道具，现在大副去点门，小铁往大副的方向赶就好了。没错没错，还有火箭。那这边只有一个空中飞人，现在在跟时间赛跑了，密码机是到了50、60。对的，是有点来不及了。这边火箭他还在回头看小铁有没有可能在另一边。对，不会救的，这个人是不会救的。是的，因为知道你移形交过嘛。那这样子的话也是顺利拿下一个平局。这一局的角色是单手角色吧，歌剧、喧嚣、博奖都是我们第1、第2回合的大热角色了。对吧？如果说你熟练度不高的话，你的面板数据也会相对应的减少了非常多的数据啊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马上看一下，开局要先往谁的方向去吧，取决于他的一个技能去怎么携带。没错。好的，进入游戏画面，张狂挽留加移形。求者的话，开局都在跑点。没错，一个超远的床上一个双重惊喜，这个也太远了。没关系，因为机动性够。对，是封住了大房这个入口。是的。那驱赶一下，再往这边找神坠。祭司牵制起来的话，压力还好。主要是你直接追他的话，后面没有人可以帮他。这个阵容的话，追祭司可能会更好一些。哦呦，想来一个焰火去封禁到技能打断，但是并没有。是的，他往回打动的话，可能就得驱赶守墓人往外去破译了。没错，那前期的节奏还是不错的。这边能上到2楼下无敌板，给上一个。这样的话，2个惊吓标记。惊吓标记。那前面的话，飞轮是好了的。对。其实动的话没续出来，想反钻。还是反转失败了，这样子的话导致有一波晋升的机会。飞轮了，那骗了一手，不好打。对的，那双惊喜连上，再给到场谢幕，再来一下。是的，直接击倒。击倒很快。因为只要你粘住的话，你基本上就击倒了。这边是的，反转的风险还是挺大的。对的，而且他在的这个口子也是一个你只能过的一个口子，比较小。那双针技交叠的话必上球。是的。那这里通缉到的是猫猫的空军。然后来执行第1波救援。对。来一个双惊喜。能够贴到椅子上。给刀。应该想要再摊一下吗？对的，这边把这边喷气背包交出来了。是的，逼到一点道具也挺好的。那神坠手上有一个洞。没办法，还是要选择击倒了往角落去倒。那这样的开局的话，其实。还是有点难受的，没办法给到一个很好的后期节奏啊。你要是争多跑的话，感觉面是有点小了。接下来得看一下这个保平怎么去保了。对年轻来说，这个局势非常优势了。对的，统计到了守墓人。就我觉得现在是基本上要把这把枪给省下来。对。直接上到了2个惊吓标记。守门过来救人也被发现。位置还可以，而且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救援压力不大。1波交叠。对，但是还是有一刀摊到了。是的。想要摊双倒。哦，有摊到。那祭司往前走的话，猫猫这个枪得开。是的。是，但同样其实有一个移形在嘛。所以你没交出兴奋，那大概率就能猜到你的技能是什么了。是的。现在神坠手上已经续出2个门之钥了，到地下室去了。不过也阻隔了一段距离，逼他交出了空中飞人。再打出最后一个。他刚想打出这个洞，感觉。我觉得是。还得再撑一撑，密码机的话还差最后1台。是的。有一波飞轮博弈的机会。
飞轮怎么说？得看一下，还是没能交出来。那这样子密码机还差一整台，另外的话也在补状态，守墓人这边跟空军，看到直接是通缉到了逃离的守墓人，那这一行过去，把2个补状态人直接当面驱赶。那这边的话，高得喷提前交，得提前交。但他高喷交那第一波的话卡住啊，还被打断了。再绕场谢幕，再感觉要倒了呀，直接击倒。哇，那这2手节奏续得非常快，而且守墓人这边还是个半状态。好消息是他们都有回光返照，还能再争一争，而且飞天家下来还是有道具的。然后就把枪交了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没办法给到一个很好的前的空间。其实现在很尴尬一点是，最后一台密码机空军去破译的话，那就会相当慢了。然后这边也是要排一下脸上的守墓人的位置了。是，应该是看到影子了。哎，想要空中飞人上去。哇，这个伤害拉命中度太高了，有点危险了，救不下来，救不下来，没办法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把人往外牵，然后刚刚密码机抖动应该是能看得到的。对。哇，这一局对于 TA 来说也是有点难了。现在要一个双人争平局的话，是吧？就感觉还是。对，已经陷入到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了。其实，逃离这一波有铲子的话，有点吃亏啊，提前吃到了一个伤害。对。猫猫这里是摸出了一个护腕，哎，看一下指路，双惊喜交出来，大概能锁定方向了。反正你这边也只有一个密码机的方向，你只能通过它来消压了。密码机也在动嘛？对。哎，看脚印。没错，先忙上一个双重惊喜，再来一波伤到一个红色的标记。没错。这边就跟了，外面看一下守墓人能不能尽可能多修，猫猫这边多撑一下时间。是的，护腕交出。就拖吧，就拖下这边破译密码机的一个进度。是。那密码机来到了将近40，卡脚了，现在是。飞轮规避，做得非常好。是的，谢幕也交过，对，还差一个红色的惊吓标记。才是击倒，没错。反正牵起来往中场举。另外一边的话，李宝的位置也能锁定得到。因为主要对于喧嚣来说，它有个好处在于说它排人比较快。对，本身机动性就比较高。对，然后它有双重惊喜可以排人嘛。还有移形在。移过去，是吧？双重惊喜交出来，大概锁定位置。交过绝处逢生的守墓人。对。得撑啊！道具的话，感觉得提前交。基本上要把这2个铲子都用完才行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才能让空军交出自己，甚至说跑到密码机去破译。没错。那年景的话，就跟了，感觉他现在处理起来会比较从容一些。空中飞人还有一个。空军还在摸道具啊，现在。哎，被打了出来。但是，毕竟没有这个超动作嘛，对，还是能快速衔接后面2颗球的。是的。然后另外一边摸出了一个针，到脸上是能满。主要还是一个问题，我双重惊喜可以排点。是。我交这个的话，你躲不了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也没有办法说我吃了伤害，然后受击加速去把守墓人给摸起来。带了张狂线，你肯定是摸不起来的。现在的话就直接到脸上了。是。单人 solo。飞轮的一个 CD 还有20秒。是的，就差一个粘土。我绕场谢幕，拿到一个伤害。空中飞人跟上，干净利落。然后也是成功收下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了。是的，让我们恭喜Gia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干净利落，对吧？你甚至在他们脸上看不到说那种哎呀有追击的一个说法。是的。不过就是纯靠个人牵制吧。如果你说要求队友的一个辅助，你只能说看一下能不能顺路去找一下小说家，但你不可能说一开始就小说家直接过来找你。
这个阵容大家也没什么好服输的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对吧？最多帮你扛一刀嘛。对，中脚他有点担心右下角的人可能是个大副或者是个木偶师，自己就有点亏了，还是去保守稳。因为你这里有三个人嘛，对吧？我怎么样都有一个人可以给我追的。是的。不过这个点如果想要去，这一局的回光返照是比较少的，只有大副一个人带了。看一下启言的一个追击思路，没有选择去直接找小说家，而是来到了中场。是的，可能也是考虑到自己本身技能上面带的是一个闪现，但这里过来的话其实是快的贴近了。感觉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木偶师的话，对于跛脚来讲还是蛮难处理掉的。是的，你想想花瓷他本身的一个个人数据就知道了。对，就基本是都在破音马姬。没错，直到再去交路，因为他确实有这种强行拆笼子的这样的操作。对，所以说你也只能去跟着打他。可能还要2个笼子才能处理掉这个木偶师了。第3个笼子。来拆一下，前面就有板区，这个手上还有飞轮。不过现在的话，其实对于启言来说，闪现也好了。对的，他这里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交闪，直接闪过来拿刀了。飞轮操作还好预判掉了，也知道你木偶师可能不是一个纯博。密码机的话，现在是3个半台多一点。1分16秒的一个上挂。追击的速度还可以，但是木偶师这个角色的话，他毕竟是稳定能26。是的，加上旁边这个是小说家，其实还是有点说法的。你看这边就直接就砸了，也不让你交笼子，反正我先给你来一板再说嘛。还想再去卡一下这个淘汰进度条。这里的话应该是让小说家先救了，对，可以方便木偶师去开出他的下一波技能。而且相对来说，别的队友的位置会有点远嘛。是。这样花瓷的话还有一定操作空间，能翻过去，闪现是交过的。这里的话有追击压力，那这里还能钻一下。两边的一个手速，选择交了一手路一稳了，把这个笼子给拖过去。密码机也是来到差不多3台，但是这个笼子是没有放好，它只卡住了一边的板区。对，还好这里是成功击倒。这个时间上面的话，其实也是跟你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差不多。而且这个位置主要是你很难干扰到密码机，对吧？也没有地下室。那等到下一波的星河过来开一波化险为夷，你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其实差不多了。你在小走位去骗，这个怀表还是比较难处理掉的。追到也没拿到，那赶紧先回防了。而且愿力的话也不足以能把他一直拦在外面，只能去等了，打一波针对吧。这里我觉得不能给到木偶是一个26啊。是拿了一个0.5的伤害。密码机的话，其实就差2个半台，现在的话去帮扛是有机会能够的。对的，一个秒龙，但人好像在外面，这里面的是大副，这刀被扛到了。那外面等一下小迪好像还能去保一手。对，现在阅历的话不太够啊，而且密码机真的差的不多了，就差半台。远，而且上到2楼之后，你可能这个追击难度就更高了。怎么办？启言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，只能先跟上去。下一个笼子绝对不允许去出现问题。这边的话可以先去卡一下吧。但是他拖出化险为夷时间还能交一波路易啊，直接是交了。这你不想出问题也有问题啊。且现在小迪又过来帮了，就变了他没有一个去迅速击倒花瓷的说法。唯一的点就在于他没有回光返照，还是可以去终结掉的。看一下手上有个飞轮，感觉不太好去迅速的击倒。能不能去打一个平局吧？直接开，没关系。这里的话有笼子可以去解决它。卡住位置，飞轮躲刀，前面有车，等一下，这个车，哎呦还好拿到了这刀，而且还精准的躲过了电车的攻击。所以这边门的话是没有点了，赶紧先跑。是的，但是他手上有传送，我感觉还是有说法的。而通到了小说家，小说家的位置，看一下，在2楼上面。这里的话想赶紧帮忙去点一下墓地门啊，还是选择了回去点。这甲门还有个地窖。窖呀！小迪那边门还差20，不是很阅历不了够，他翻过去了，手上还有一个飞轮，感觉要走这个地窖了。非常好的配合，完成了一个卡，有一个正常的追击节奏，那你就很容易，我就很容易保平了嘛。
然后求生者这边他想去多跑的话，他肯定是得去断掉监管的节奏的。对，有一些换挂呀，或者这种猛 OB 之类的。这选的魔术师还有木偶师，我想是选在了墓地里面。哎，这个选点还是比较少见。在墓地里面的话，能够去锁住甲门方向的密码机。但这个点的话，机械师就有点不太好找了。是的，因为它是在最远的位置嘛。看一下追击目标的选择是往红蝶河这个方向去靠。那魔术师是选的没有拉点的，带纯博直接去扛压。是的，想要先玩一下这个板区，感觉就是想直接站出来了，就直接就开始牵制了，进入战斗模式。但是这个围龙把它关在了过来的话要加外面棒了。对他这里还是有压力，而且这个配合电车怎么说能迷惑到吗？迷惑到了。这的话下一刀比较难受。对。而且拿刀第一刀其实拿的还是比较快的。魔术的话，它的道具毕竟不能去帮他硬吃刀嘛，他只能去骗一下监管的走位。哎，这又抽到一下细节。那先开出自己的一个一阶技能，现在有一个跃龙的配合，感觉这里还是比较危险，很难牵制的。交一个魔术棒。那现在的话是前锋也过来帮了。这种兴奋也是为前锋而准备的嘛。哎，想拆笼子，怎么说在反走，魔术的位置还是比较远的，有机会操作。看一下这刀，前锋打到了，飞轮也交了出来，但是没有规避到这个伤害。而且这把的话，因为白鹿当时是在 BP 的时候已经把回状态角色给他搬掉了，你现在前锋自己也有点危险的。而且白鹿现在想动前锋了。对，他说就你是吧？是。就你来 OB 我，那我不如先解决你这样一个极限距离。我的天，直接是这个解决掉了。距离把控太准了，而这个位置的话，其实是能干扰到接师的一个密码机的。是的，不过外围的话，化险为夷会比较多一些。对，因为这把求生者是选择带了3个化险为夷，但是不是前锋带的，是另外3个队友带的。不过接师也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去承担一些救人的职责。哎，先不着急救，我再修一会儿。对。那你这个节奏的话，其实还是密码机会有点少。再一个抢过板，想硬摊接是双倒，摊到了。那前锋的位置也会比较差，不过还有半颗球，看能不能操作起来。先贴近身位，这应该是要打一个边缘龙，把前锋给传出去，但是失误了，前锋是先钻了出去。对。感觉他们也是很清楚你互相会怎么去操作的。这个位置的前锋好像比较难击倒。现在的话肯定已经知道是兴奋了。这个笼子也是废掉了。这个26给的很足啊，拖了挺久的，牵制了很久。而且第3波抓来的话，前锋还是有一些球，以及他是有那个化险为就是回光返照的嘛。对。就等一下的话，可以去拖时间。这机械那边双倒了之后，他还是可以一边去绝处逢生，然后一边去破译密码机的嘛。是。那边队友是已经过来了，这里再刷一下机械师的挂。双挂。那先开个圈。这个秒龙过来。这刀要打针对吗？我感觉是要针对一下了。不能让这个前锋再活着。那前锋那边还有1/4的球，而且还有再操作一下。哎呦，这个螺旋撞，但是没有撞晕，有点可惜。其实操作上面已经是做到他想要去做到的一些操作了，但是问题是还是差一点点，没有撞到。跟地形有关嘛，他就是没有在笼子边缘，也不在墙体。但整体的一个思路是可以的。是，密码机现在差的不多了，马上就要压好了。对白鹿来讲，他这把想要去多抓的话也有压力，可以去考虑保平打。但保平的话，对他来说其实已经是足够了。对，这里是直接选择了传送过来 S 板找一下南。南的话，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差的，不过他是木偶师，可以硬去顶你的刀。是的。这边的密码机是91的这台。对，这里的话，路易千万不要失误。先去拆一波笼子，这也还能进板。外面掀起的那台是不到一半的。也是看了一下有没有人过来，应该是可以继续再起一波上挂节奏吧。而且外面求生者的状态都比较差，他救人压力会大一点。这
这个机械师现在修不动啊，他拿头撞都撞不动。而且我觉得魔师他可能有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可能在里面放一个笼子，在外面击倒你，然后你想要去救人，你还得拆笼子。他现在全残的话，其实救也不太好救了，而且容错几乎是没有。哇，这个位置如果倒了的话，那可能这个人是救不下的。知道。得交魔术棒是交出来了，但是现在容错会比较多呀。距离好差，选择让机械师来，但是白龙发现机械师了，直接拦住了机械师的位置。知道，把机械师给他逼回去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样的话，好像局势向着4抓的方向去发展了。因为密码机第一时间没有压好。是的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就算挂上，其实魔术师也是在附近的，不会属于一个排不到的说法。又好了，他可以立马再赶过去，面前再去魔术也救不了。到底谁才是魔术师啊？我感觉白鹿的话，他确实本来是有一个去平局的机会的，但是让他把这个状态给他打掉了之后，让他完成了这个，看你要不要选一个鬼物的囚徒，还是说空军在鬼物？是的。因为现在的一个局势，对于斗五来讲，他们是真的要去争一争了，对吧？就说不能更激进一些。选点上面是鬼屋的囚徒以及起点的空军，终点的飞行家，桥上的佣兵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可以直接考虑去找囚徒。好，他们没有选择去找这种囚徒，而是想要去跟飞行家打一个 solo。是的，那边是空军直接坐车先坐到2站去。这样的话，站台的飞行家还是有压力的呀。而且花瓷的飞行家其实在站台有非常多的牵制经验啊，熟练度很高的。这样的话有反弹，但是没有选择转点。是的。那这个位置比较差，可能要直接去交掉第一波的一个悬停。要飞起来。但是可以再去绕一下站台。起源他是预判了飞行家直接去交大喷嘛？从另外一个方向再反绕过来，那感觉第一刀是有的。这刀还是拿的比较快。我下一刀的话，飞行器其实是能够拖好的，能够进到2板一双的这个点。不过闪现的一个 CD 也要好了，所以说这里是有一个闪现直接终结的机会的。往前的话，感觉差不多就可以把这个闪现给它交出来了。对，看一下有没有身位吧，而且前要看到飞他好像是想行省个闪，交一个回速。这样的话，花子交一波喷气背包，哎呦，这刀可惜闪现要是打到，那就不省了。嗯，还是一个1分出头的一个击倒。不过这把密码机的话，因为有个囚徒在，所以整体来说你不用太担心中后期的一个密码机的进度。而且在你技能交完之后呢，我的空军的发挥空间就比较大了。这里看是考虑让小迪来，还是让？想让小迪过来，不过拦的会比较远一点点。被拦住了，哎，但是那边有个配合，奈奈已经贴过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囚徒的位置可是比较吓人啊，是的，差点就偷了。不过他的话其实也是为了去分担一下小迪被拦截的一个风险嘛，不然的话他救不了嘛。直接拿一刀把人给掏下来之后，这把枪是可以稳开的。而且这边的话，其实2站是有一个车的。2站吗？是，开局的话就已经做到了。哇！所以这里的话是直接交飞行器。好配合啊！不过起源也是利用自己的一个回速嘛，这样的一个机动性，提前在桥上留好了自己的残影。是的，赶紧赶到3站。这里的话要下右边。且 MRC 的话，最后台是选择了去起火马的那边嘛，他只要是把这台机给它带开就行了。这个位置花瓷有板区，还有一个滑梯可以玩，感觉的话，这个26可能会拖得比较久啊。哎，但这里的话可能要倒了。有加速，看一下板区，没有选择翻，那还是要倒。想要去管一下小迪，刚刚救完人过来新起的红马的密码机。不过因为你第2波这个时间也是坐上车了嘛。所以密码机的进度其实差不多，而且佣兵还有一个花显为夷，看一下怎么弄吧。那小迪那边容错相对来说没那么高，因为他刚刚救人的时候是掉了一个状态，他半状态。如果说被击倒的话，那还是有一些保平的命。那你这样回来的话，就先不救了，还要卡，先卡一下。反正无所谓，我着急，震慑都能救。密码机的话，一台80，一台72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压到差不多就可以去帮忙擦一下淘汰进度条了。现在你追飞行家肯定是不行的，密码机肯定能压好。但起源这边还是选择去追一下花瓷的飞行家，这个密码机肯定是不够了，肯定是能够了。是。
那小迪这边如果把密码这个压好的话，这个4人开门战是肯定稳了。他是没有选择去多管一下密码机啊。其实刚刚感觉管密码机还是有点说法的。把半状态空军去挡在一个遗产机的话，我觉得是有面的。现在的话，飞鹰家回光返照起来，而且这里滑梯还能去强拖一波时间，难处理啊。那这里的话，看一下这个板子。哎，左边扭掉一刀，哦，这里的话能进板，扭3刀，华慈还在怀里扭4刀，终于是打到了，但是其实也是拖到了门那个进度。等你挂完的话，肯定来不及了，只能直接交传送了。这里的话，奈奈他的门是没有开的，囚徒的话手上有电有双弹飞轮。是的，看一下这个强电流怎么交了。这还在搏，他得去拖到一个自己的时间，但是没有被打断自己的隐跃。手上还有飞轮，但这的话也没打到。哦，他飞轮交掉了，感觉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拖起来了。对的，这一个板他还没还在修。那这样的话，踩完板之后，那边飞家已经起来了，3出局啊！而且你传送已经是交过了嘛，所以你击倒了之后，就只能说把这个囚徒一挂，那边3个人跑终点门。这个时候你再赶过去的话，确实是有一些来不及。对于球队来说，他们这一把又是一个这个配合的非常出色的一个局势了。对，而且感觉奇岩他是控场上面会比较少一点，其实脸上有一个半状态的空军，感觉还是可以多管一下。但是还是直接拿到喧嚣没有问题。喧嚣的话，它上限会比较高一些，而且它下限也是比较偏平局的。他这一把可以直接带挽留啊。对，这把的话可以直接考虑守张皇加挽留的带法。目前的话，它是一个100%胜率啊，就拿喧嚣的话没输过。再把它往下压，而且移形的话还能防范到这样的一个过山车，所以可以说是一石二鸟，一举3得。看一下起点的空军，以及是2战的喧嚣，桥上的佣兵。来看一下第一波的一个追节奏，直接去找承载，不过承载这边是已经在车上了。是的，而且你开局找的话，你的移形 CD 是赚不好的嘛。想要远距离去上球，上到了一个直接上到标记的一个标记啊，感觉白鹿的一个喧嚣的熟练度非常高。是的，这边是选择直接坐车，但是没有人帮他点站台的，已经点了。哦，点了。对，男士开局的时候已经过来了，佣兵偷偷摸摸过来点了。那这样的话做到3站，很舒服啊。你前期这个1分钟的一个时间，你都在赶路嘛，等于说，还在远距离去狙，啊，确实我们都知道他是比较擅长玩红夫人的。对。这个喧嚣的话，上到了一个，对，也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。但密码机的话，其实就只有2台，而且空军的飞轮偷好了，他这里的话，等你下一个干冰舞台，我是可以用飞轮躲的，而且手上还有把枪。感觉不是很怕你，哎，我的砸板，很舒服，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飞轮，没有挡掉，选择直接开枪了。哎，那这个标记有没有可能直接掉了呀？第一个粘土是当时在起点站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你上的还是比较久的这个。这也是移形过来，但是空军翻了回去怎么办？再翻回来，哇，承载有点游龙啊，这牵制。在前面这里的话又没上到，这个人能力好强，终于是拿到了这一下。1分42秒才拿到第1刀的喧嚣啊！上到了一个粘土在金下标记。密码机的话已经将近3台了，因为佣兵他开局是点站台了嘛，所以稍微慢一点。这里的话，外面你看心里的。密码机已经是在修第4台了。是的，这里是选择让心理卡过来，他也是有一个划线唯一的。且佣兵那台机是比较少的那台嘛，心理可以救完人之后再去补自己的第4台。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心理这个角色你很难追双倒，对，因为我能多吃你一刀嘛。这里是上到一个双标记，2阶再上双球。可是没有命中，想再摊一下，这有说法。下一个干冰，对的。想了想，还得找空军啊。哦呦，这个空中飞人，但空军那边是很难拖出来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的。就感觉我们自己玩喧嚣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不是空中飞人，他是平地跳人。对。但是他这个空中飞人是真在飞了。
白纸他本身修的是3站底下的那一台，感觉这一波是有机会再去处理一下的。可以去稍微干扰到这个密码机，而且心里的话是有机会去打一个双刀。对，哦，这里是直接击倒了，而手上有移形，也不太怕被空军给36起来。是的，男的话是赶紧想要去弹护腕，但是他这里是有点没有找没有着。灭救屁，那这个人的位置好像丢失了。白鹿还能意识到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密码机其实差的也不多，他这个时候要与时间赛跑。就感觉空军的话，哎呦，交了个飞轮，没有挡掉这一刀，想要去挡一个双重惊喜的双刀。他其实有点不太能够拖出来3站底下的这一台，虽然说你是弹护腕过去的，其实真的差的不多了。而且那波在于这个喧嚣移形找到他了。感觉你找丢了之后，其实空军那边也可以再去卡一下，没有着急就没有必要一定要着急出来。那我就盯着这个心理去抓了呀。对，开门战的时候你拿我没办法的呀。其实感觉刚才空军可能我直接原地蹲一手，对啊，可能就更好了。都已经找丢了，我觉得这个密码机可以先让他去管。那这样的话，对于白鹿来讲，他有挽留嘛，而且只需要去打一个平局。那这个位置心里的一个现实压力还是很大的。空中飞人飞过来，把人给击倒，可以选择往桥上一挂。那你2个门都很远，而且没有化险为夷，也很难再去走了。是。这边佣兵是直接弹护腕到起点门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开局说的一下，这个阵容它其实整体来说进攻性有点不太足，比较偏平局。它稳是很稳的，但是不够进攻。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，他们可能真的需要去有些 OB 被断一下节奏嘛。也是恭喜 MRC 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，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2局。